养生侃侃而谈，健康如约而至。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。无论男人还是女人，都应该注重肾脏的保养。如果忽视的话，就容易出现肾脏疾病，影响身体健康。那平时该怎么养肾呢？建议大家可以常吃3种水果。第一种，黑葡萄。说到葡萄，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。葡萄是一种很有营养的水果，其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、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，具有养肾、补肾、提高免疫力、延缓衰老等作用。第二种，桑葚。桑葚是很多人都爱吃的水果，吃起来酸酸甜甜的。桑葚也属于中药材，可以入肝肾经，具有滋阴补血、补肝益肾的功效，所以肾不好的人就可以常吃桑葚，能保护肾脏健康。第三种，荔枝。荔枝也有很不错的养肾效果，荔枝中含有维生素、果胶以及多种微量元素，有补益气血、补肾养肝的功效，经常吃也有利于肾脏的健康哦。平时养肾呢，还要多喝水，保证充足的睡眠，没事勤运动，这样也有利于肾脏健康，预防肾脏疾病。而在我们身体里是四通八达的，如果出现堵车，就会导致很多疾病出现，对健康不利。所以我们平时要多疏通血管，建议大家可以常用2物泡水喝。苦荞茶，苦荞茶很好喝，很多人呢都喜欢。苦荞中含有一种特殊物质卢丁，这种物质可以软化血管，清除血液垃圾。那经常用它泡水喝，可以帮助预防血栓。除此之外呢，苦荞中还含有硒元素，可以避免血管出现老化。莲子心，莲子心对人体有很多好处。莲子心中含有的生物碱具有扩张血管、清除多余脂肪的作用。经常用莲子心泡水喝，也能够帮助疏通血管，让血栓绕道走。管越来越堵，3件事可能是祸首，希望你尽量远离。第一件事，久坐不动。现在很多人都有坐着不动的习惯，这对身体健康是非常不利的，因为久坐不动会影响血液循环，使血液流动速度变慢，这样时间长了容易堵塞血管，形成血栓。那建议大家呢，没事起来伸伸懒腰、散散步，有助于血管健康。第二件事，长期熬夜。经常熬夜也会影响血管健康，因为熬夜会使血液变粘稠，体内堆积毒素和垃圾，也会导致血管堵塞，危害心血管健康。所以呢，要养成早睡早起的好习惯。第三件事，喝水太少。水是生命之源，所以水对身体健康很重要。如果喝水太少，或等到口渴了才会喝水，这样呢会降低血液流动速度，也会使血液变粘稠，血管堵塞。所以要养成多喝水的习惯。如果觉得水没有味道，也可以用山楂或者是玉米须泡水喝，对疏通血管有帮助哦，送血液和氧气到身体各个地方，所以一旦血管堵塞，身体健康也会受到威胁。那我们该怎么判断血管是不是堵塞了呢？可以观察一下自己的脚，若有3种表现，说明血管堵塞了，要多注意保养。表现1，脚部水肿。脚部出现水肿可能和肾脏问题有关，如果不是，就要考虑可能是血管堵塞了，尤其是一侧脚出现水肿，因为血管堵塞，血液循环会变慢，这样就容易使脚部充血，从而出现水肿的情况。表现2，脚部发麻。我们都知道，如果蹲的时间长了，双脚会出现发麻的情况，但如果不是脚部经常发麻，就要多注意，很可能是血管出现堵塞了，同时还要注意脚部疼痛。表现3，脚部发凉。很多人即使天气很热，手脚也总是发凉。其实除了跟气血不足有关，也可能是血管堵塞了。因为血管堵塞，血液循环会变慢，而双脚又处于血液循环的末端，这时呢就会出现手脚冰凉的情况。如果这3种表现你都没有，说明血管还算通畅。如果想要保护血管呢，平时可以多吃一些通血管的食物。下面给大家推荐2种。1，茄子。茄子是常见的蔬菜，很多人都喜欢吃。茄子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P， 有软化血管、增加血管弹性的作用。血管不好的人经常吃点茄子，能让血管更健康。
2. 洋葱，洋葱也是生活中经常吃的蔬菜。洋葱营养丰富，其中呢还有一种特殊物质前列腺素 A， 这种物质能够降低血液粘稠度，软化血管，所以没事吃点洋葱，血管也会越来越健康哦。好啦，本期内容到这，输送营养物质，还有呢排出废物的作用。若是血管堵塞，那么身体也会出现问题。那我们该如何判断血管是不是堵塞呢？可以看一看脚，如果血管堵塞，那么脚部呢会出现水肿或者是晚上脚痛的情况。那我们平时该怎么预防血管堵塞呢？可以呢多做3件事。1. 多运动，生命在于运动。若是每天能够坚持运动，像慢跑、散步、打太极这些运动能够帮助改善血液循环，预防血管堵塞。2. 多吃通血管的食物。那平时没事的时候可以多吃一些番茄、苦荞、苹果、橙子等这些食物能够帮助我们补充身体的营养，还能够清理血液垃圾。3. 不熬夜。经常熬夜容易导致血液粘稠，使血液流速变慢，所以保证充足的睡眠，不熬夜有利于血管的健康。血管遍布我们全身，如果出现堵塞情况，那么身体健康就会受到威胁。那平时我们该怎么预防血管堵塞呢？可以用食疗和一个动作，大家可以常喝点苦荞茶。苦荞的营养很丰富，其中还有一种特殊物质芦丁，这种物质能够软化血管，增强血管通透性，不仅可以降血脂，还能够疏通血管，预防血栓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个小动作，这个动作就是踮脚。踮脚大家应该都会。首先自然站立，让身体保持平衡，然后一只脚的脚跟抬起来再落下，这样左右交替有节奏的练习，每次做5分钟即可。这样踮脚可以促进下肢血液循环，疏通经络，不仅可以疏通血管，还能够补足肾气，预防血栓和中风出现，对心血管健康有帮助。那平时踮脚尖走路也是非常好的哦。因为我妈也不知道抽啥风，天天不是木耳炒鸡蛋、木耳炒白菜，就是洋葱炒鸡蛋。最后我实在是受不了了，就跟我妈说：“妈，你敢不敢换个菜？”我妈说：“那就洋葱炒木耳吧。”我问我妈说：“最近是不是木耳和洋葱便宜呀？天天吃。”我妈说：“你不知道洋葱和木耳能通血管，你也应该多吃吃。”话是这么说，那啥玩意儿天天吃不腻呀？不过别着急，先来跟我学一招吧。坐在椅子上，双腿抬起来，然后像这样来回的蹬，蹬一会儿休息一下，然后再继续蹬就行，做5分钟左右。这样蹬腿能够促进血液循环，对疏通血管有帮助哦。这我得赶紧回去告诉我妈，那洋葱木耳可不能再天天吃了。那屏幕前的你学会了吗？要记住每天坚持才行哦。由于现在很多人饮食不规律，加上不好的生活作息，导致血管堵塞，影响血液循环，对健康十分不利。那我们怎么知道血管堵没堵呢？可以看看身体3个地方。首先看手脚，如果血管堵塞，血液循环变慢，这时就会有手脚冰凉、麻木的情况出现。但如果没有这种异样，手脚很温暖，说明血管还算通畅。其次看心脏，血管堵塞的人，心脏的表现也是很明显的。因为血管堵塞，血液循环变慢，心脏得不到足够的血液提供，就会有胸闷乏力、心绞痛等情况。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也要小心血管堵塞了。如果没有，血管还算不错。最后看头部，如果你总是感觉头晕目眩、疼痛，这也是血管堵塞的信号，需要及时进行改善。那对于血管堵塞的人，可以经常的运动锻炼，多喝水，或者多吃一些通血管的食物，比如山楂、玉米须、海带等，对预防血栓有帮助哦。血管堵塞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，一旦血管堵塞，就可能会引起多种心血管疾病，所以大家要多注意保养血管。如果手上出现2种表现，就可能是血管堵塞了。表现1，手掌颜色变深。正常情况下，我们的手掌的颜色都是淡粉色的，但如果发现自己的手掌发红，或者是颜色变深，那么就可能是血液粘稠、血管堵塞的表现。因为血管堵塞，血液循环会变慢，而双手又处于肢体的末端，这时手掌缺血、缺氧，就可能导致手掌颜色变深。表现2，手部发麻。
如果我们手被压住了，长时间缺血就会出现发麻的情况，但如果不是，就要考虑可能是血管堵塞了。因为血管堵塞，血液流通不畅，双手就会出现发麻、冰凉的情况，这时也要多引起重视。如果想要改善和预防血管堵塞，大家平时要多注意体育锻炼，注意饮食，也可以常用山楂干泡水喝。山楂含有黄酮类物质，这种物质能够帮助软化血管，改善血液循环，保护血管健康。好了，大家有什么想要知道的问题或者是疑问，可以在下方给我留言。拜拜。